上一次超4悟空的投票，大家都想看自在极地照，不过万代原版属实贵不少，之前看到国产的魔系可动再版，于是就毫不犹豫的拿下了。能一直出甚至多次再版，可见质量还是被玩家认可的。只要万代一天不管，以国模的这个进步速度，就算是翻模厂，也足够给万代的质量敲敲警钟。如果有人非要拿版权的问题说事，那版权又不代表你可以乱做，品控拉垮。翻模虽然是盗版，但至少是我们穷人玩家的一个渠道。内容物也非常丰富，相当于把超蓝和自在照放一起了。以前龙珠仙境转版出我还追着看，红粉你觉得有点敷衍了，但毕竟是极其赛亚人之力变的，而超蓝就过于敷衍了，那还真不如超4有创意，就弃坑了。直到自在极地出来，这个概念是真的好，希望能深挖而不是单纯的染发。配件方面，首先是一对全开掌手，然后一对悟空经典的招架武功起手式的手型，然后是一对发龟派气功的手型，加上本体的一对握拳手，传统且地道的悟空了。面雕方面，首先是超蓝的一张呐喊脸，然后是超蓝的一张开浪的坏笑脸。面雕的替换也是传统的 SHF 拔掉刘海替换，整体的松紧度都非常好，没有哪个面雕是大小不合适插不进去的。在活动的过程中也没有松脱的迹象，不像越南产的超4一样。可以说魔系现在水平真的很不错了，可能每次再版也在修复。唯一我觉得不太好的是头发的蓝色太油太亮了。然后就是重头戏自在极地照的头雕，其实仔细看能发现自在照的头发和长太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这个面雕还原的很好，脸上打斗的痕迹翻模也很到位。然后一张咬牙的愤怒脸，一张张大嘴怒吼的表情，都能看到面雕上脸上刻画的伤疤。眼睛的水贴感觉也很好，可以看出来翻模的精度很高。最后一个面雕是我最喜欢的闭眼巨细的表情，就真的很帅。替换也是同样的，拔掉刘海就能替换面雕。同样，这只面雕的松紧调节也非常不错，非常紧。替换头雕直接拔掉就好，里面是根细的球关连接，尽量不要多次拔插，因为比较细，很容易松动。接着来看一下可动，其实就是老的悟空 2.0 素体的可动，但毕竟是翻模的产品，还是在这里先展示一下。抬头低头的角度比较的一般，但是左右歪头的角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因为是球关的连接，360度的头部转动也是没有压力的。比较不解的是老素体虽然给了脖子，但几乎没有给可动。对了，配件里还给了一颗极莲的替换头，我没买极莲就不展示了，但细节的刻画还是很到位的。肩部的短袖用的还是老式的半套式的结构，大臂有一定的前伸蝴蝶肩，但是范围不是非常大，老素体摆 pose 是真的差了一点。大臂的360度大风车是没有压力的，但我手里的这只关节有点深色，转到上段的时候会卡住，要调整位置。手臂根部也有360度的水平平转，侧抬的幅度也意外的能到大概90度。我记得之前买的 2.0 素体是不能抬这么高的。虚肉虽然是双段关节，但因为肌肉太大，所以大概也只能到150度。手腕是一段小的球关，但我这只的左手过于紧了。然后来看一下我比较不满意的腰部的可动，可以看到这一只的前倾幅度是非常的小的，这个幅度导致很多帅气的打击的 pose 你是摆不出来的，但是后仰的幅度又大到穿包。衣服上打斗的痕迹也很好的还原了，腰部的360度平转也能做到，破裤衩也是独立的。大腿的破洞刻画是我最喜欢的部分，可惜这个地方背后的肉色裸露是真的很难看。不过膝盖也做了穿帮着遮盖，屈膝大概在150度左右，因为左右腿的造型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左边的可以弯的更多一些。大腿根部也有90度左右的平转。老苏体的劈叉的幅度就很差了，不能到两边90度，这也是悟空现在的一大痛点。前踢倒是能轻松的到达90度，而后踢也具备大概30度幅度的可动，没被屁股挡住。脚踝内部使用了双段的球关，这就使得左右的接地幅度非常的好。脚部可以360度的平转，站地上只要是站地上的 pose 你都可以找到角度站住。前后的接地也很不错，大概也是45度左右的范围，脚尖也有一段的可动。
好了，这次的评测就到这里了。总的来说，我还是很喜欢这只翻模的产品的，价格公道，量大也管饱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观众老爷们，下次见。感觉东西堆了好多，实在是干不动。